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国际服更新之后，统帅的技能有什么变化。那可能有些观众并没有特别去在意，因为官方有说到一句，实际上他的技能是没有做任何更改的，只是更改他的技能描述而已。所以有些玩家可能会比较放心啊，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统帅技能没有什么更改。那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所谓像官方所说的，技能根本没有更改，只是更改描述而已。所以今天画面我会分成左手边跟右手边，左手边是之前，右手边是之后的。左手边是国服的账号，国服要等到明天才会更新。右手边是国际服，也就是我现在用着的账号。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真的技能或者是其他统帅技能确实有做一些更改，比较方便查看了。这一次官方更新用最多的就是分号，也就是这个符号。这个符号的意思就是把那个句子分开，比方说前面一个句子，后面另外一个句子。不要给你误会是混在一起的不同的段落，所以确实它有一些更新之后比较方便查看，就变成这样子，你可以一个一个慢慢去查看增加什么东西，它是对哪一些兵种是有争议的。但是我发觉到另外一个统帅威廉的老婆，他这里的句子他所用的分号是原本逗号变成分号，也就是说可能在还没有更新之前，有些玩家会误认为其实威廉老婆她的伤害是有1500的，但实际上官方也就是右手边他是跟你讲，其实他只有750而已，并没有1500。那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来做个测试吧。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技能，这个技能是在更新之前呢，也就是国服的账号，它这里是触发了技能，造成一次直接伤害，然后它这里伤害就造成了1983的兵力损失。接下来我们看下面，其实它这里就是没有的，可以理解为一直以来我们都是被技能误导了。所以我就之前有讲过，其实官方有很多技能它写的不清不楚，让我们很疑惑不明白。它这里就没有损失兵力了，它这里所说的剩下一个回合呢，是指它那个使对方的攻击力降低 15%， 持续2秒这个部分，而不是说它的伤害又有在继续下去。所以你这边其实并没有看到它有触发这个技能造成伤害，所以实际上官方是已经把它这个技能整理回去了。那是不是我可以说官方的技能误导性其实还蛮强的？同样的情况其实也是有，就是一之温德，但是一之温德国服并没有，它的直接伤害真的只有750罢了，而不是乘2，不是乘以2秒。还有就是它的第4技能啊，这里也是增加了冷却时间。那因为国服没有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做测试。实际上这里也是一样，增加了海尔曼的技能，有5秒的冷却时间，它是没有写冷却时间的，几乎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原本都是没有这个冷却时间的。不过像之前原本有写5秒最多触发一次的，它就改成冷却时间变成5秒了。还有就是官方更新之后，这里有特别描述出技能伤害，然后技能伤害这里有写包括直接伤害、额外伤害，不包括远程。不过远程统帅在之前就已经做了更新，它这里是已经改成远程普攻攻击伤害提升，它不是概括很像原本的普通攻击伤害提升，它是一定要有远程的时候你才可以使用到它这个技能，才可以增益下去。那也因为这个限制的关系呢，就变成远程统帅它不能混搭你的原本野战的统帅，就是一些普通攻击伤害提升的统帅，不能搭配一些技能伤害提升的统帅，也是不能混在一起用。间接性它就是把远程统帅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了，我不觉得这个是好事情。官方为什么要把远程统帅设计成这样？难道是真的远程统帅太过强大了吗？之后他们有一些其他的设计，可能设计远程统帅是真的特别强，他不想让远程统帅吃到一些额外的增长、额外的争议之类的，让远程统帅变得更强，可能是这样啦，所以他就细分到这样子。但是所有伤害提升它又可以吃到的5秒最多触发一次，变成冷却时间5秒。那阿缇娜这里呢，原本是普通攻击变成普通攻击伤害，这里有写包括什么东西，也是一样不包括远程哦。然后造成了反击伤害提升，这个也是一样啊，反击伤害这边没有做的更改啦。接下来看第2个技能，这里就整齐了一点，看得比较方便，造成了所有伤害提升。然后这边冷却时间也是改成这样子。
接下来技能就是有包括孔雀啊、哈拉尔这种统帅，他们是有叠层的。之前测试到叠层，如果你加了一层上去的时候，它就会重置那个时间。现在官方它这里就有写到，其实每次增加会刷新持续时间，就是讲原本孔雀它是10秒，那你可能到了剩下5秒的时候，又再叠层上去的时候又回去10秒。原本这句话是没有写的，但是实际上报告是可以看到，现在就更改上去了。就比较方便大家去查看。我发觉到大多数有冷却时间的全部都是有概率性的比方说这个每次基础攻击有50%的概率，然后就有3秒的冷却时间。还有就是它这里的描述就更改了，每次攻击都有50%的概率变成每次基础攻击有50%的概率，这边就更改了句子。还有就是辅助统帅的技能，之前我一直强调说官方很多技能都没有特别去描述辅助统帅他到底可以帮多少个队友，那他这里是增加了最多5个盟友而已，原本是没有写的，他只是写周围的所有友方部队而已，那也不算是削弱，因为原本我们就已经知道了他最多是支持到5个盟友而已，但是官方这样子更改了描述，让一些可能不太知情的玩家会误认为，威廉是不是削弱了？为什么他现在只有5个盟友而已，而不是全部盟友？就比方说图拉真也是一样啊，他这里也是一样改成了最多5支友方或己方的部队原本也是一样没有写，原本是所率领部队及周围的友方部队造成技能伤害提升，那官方这里是特别描述出来了啊。还有就是我比较好奇本多忠胜了，不过本多忠胜那边依然还是没有做更改啊。其实他这里所率领部队自身兵力每下降8%的时候，就算你是断开了战斗报告，比方说你打了这个目标换下一个目标，中途报告是已经弹出来了，但是你接下去打的时候其实依然还保持着伤害提升了，但是这里就没有写清楚，所以本多忠胜可能他们没有特别去重视啊，没有更改到这个技能，他这个描述还是一点模糊啊。霍去病的技能他们这里也是做了一些更改，那他原本的句子呢会让人家误会是不是他那个直接伤害是不是也是持续3秒因为他放的是逗号，那在更新之后他这里是放了分号，会看得比较明显一点。接着就是爱德华的技能，自身兵力高于 70% 时，原本是写当所率领部队剩余兵力高于 70% 时，他这里只是做一些字面上的调整而已啊，就是把句子说的比较短，原本句子长一点点，他就省略了一些比较废的废话就看得比较简单。同样的情况也是发生在君士坦丁，自身兵力下降 50%， 原本是写当所率领部队剩余兵力下降至 50% 时，他这里的句子就不一样，其实大概的意思也是一样的。那影片最后做一个总结，官方这一次到底更改了什么东西？那首先就是技能伤害的部分，你们可以理解为现在的远程统帅算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了，因为技能伤害提升它只是包括直接伤害跟额外伤害，不包括远程的，不管是远程的直接伤害还是额外伤害都好，都是没有包括的。如果你的远程统帅要吃到这些技能伤害，它首先这些技能描述全部都要写远程，你们可以看到前面有写远程普通攻击伤害，这个远程统帅才可以吃到，远程的直接伤害提升，或者是远程的普攻伤害提升，远程的技能伤害提升，它一定要增加远程统帅才可以获得。再来就是一些统帅他的技能描述啊，比方说原本是所率领部队原本他需要多少兵力的时候，现在变成缩短句子，自身兵力下降至 50%， 实际上他这里是没有更改，他的意思其实也是一样的。再来就是一些叠层的统帅，原本它后面是没有写到这个句子，且每次叠加会刷新时间，现在是已经增加了这个时间，给玩家会比较容易理解。原本有一些玩家可能不太会去看战斗报告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一直会不断的叠层上去，为什么这个叠层一直持续都在。所以像孔雀啊、哈拉尔这种统帅呢，它就会有刷新时间，原本就有了，它只是增加这个句子，让玩家更容易去理解而已。再来就是辅助统帅，其实原本辅助统帅呢，他并没有描述说有多少个部队上线，他只是写同时使周围的友方部队或者是所率领部队可以获得这个争议而已。现在他是写使圆形范围内最多5支友方部队或己方部队都会获得，它是有写限制了。那玩家你们也不要误会，以为官方是削弱的，因为它原本就是最多支持5个而已，只是官方的技能一直以来都没有特别去描述出来，
所以让玩家误会以为，哎，是不是全部玩家都可以吃到这个技能？带辅助统帅是不是真的那么强？所以我在之前就一直强调说，你带辅助统帅其实只有自己的部队可以吃到而已。假设说你是有7个部队的话，他只会选择随机你所带的7个部队里面的5个获得争议而已，并不是你全部7个部队都可以吃到，还有你其他的友军部队全部都会吃到。这个是让玩家很容易误会的一点啊。接着就是很多直接伤害统帅，他这里加了一个分号，让大家更容易了解他的直接伤害到底有多少。原本他只是放逗号的时候，会让玩家误会以为，哎，是不是接下来3秒内就是要乘3啊？他的伤害有这么高吗？比方说一些紫色的统帅，原本也是没有放分号的时候，你会误会是不是他持续2秒有750的直接伤害，所以官方现在分开了会比较容易看。实际上也是一样没有做更改的。那刚刚我有用国服的账号测试给大家看了，原本它就是只有750。接着就是统帅，它多了这个冷却时间，实际上也是没有做更改了。我看到其他玩家已经做测试了，或者是像原本有一些统帅，它就有写到该效果每5秒最多触发1次，它会直接改成冷却时间5秒，或者是最多3秒触发1次，就变成冷却时间3秒这样子。实际上也是一样，没有做到任何的更改，只是有一些统帅它原本可能没有写到冷却时间，官方就增加了冷却时间上去。那再来就是之前官方公告里面有提到的普通攻击伤害包括什么东西，这些基础攻击、反击、重击伤害都是有包括的，但是就是不包括远程统帅。以上就是官方这一次更新更改统帅技能描述的部分。那你们觉得更改之前比较好，还是更改之后会比较方便查看呢？国服的玩家目前是还看不到呢，那国际服玩家今天可能可以透过我的影片去看得更详细一点。不过我觉得官方有一些部分还是没有写得特别清楚，比方说本多忠胜，他这里写的自身兵力每下降8%的时候，他这里没有写战斗结束依然还保存着它这个下降的技能伤害提升，这里并没有写到。接着就是每个统帅其实可以获得的怒气是有上限的，官方这里也没有特别写出来。我觉得官方可以增加一个括弧，可能这边可以写到可以额外获得多少点的怒气，旁边括弧写到怒气上限是220点，220点这个是已经固定了，官方并没有更改。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玩家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啦，所以有些地方我觉得官方还是需要调整的。那你讲官方有削弱吗？其实并没有削弱，只是我那个标题要写的耸动一点的就是所谓的标题党啊，这样子大家才会比较容易去关注这件事情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统帅技能更改呢，确实是比较特别去注意的，尤其有很多玩家都怕会不会削弱啊，还是有什么变化。但是可能比较老的玩家会知道其实官方并没有削弱，它原本就是长这个样子。其实实际上是没有更改，它只是更改它的技能描述而已。但是我不能确定的就是技能伤害是不是原本就没有包括远程统帅，因为之前我没有测试过远程统帅能不能吃到技能伤害提升，还有那个普攻伤害提升，它这里也是写不包括远程统帅。还有普通攻击伤害提升，这里也是写不包括远程统帅，我不知道之前是不是有没有包括的，因为之前真的对远程统帅是一无所知，所以到底这个部分有削弱还是没有削弱，我也不能确定啊。只能现在能够确定的就是你要用远程统帅，必须一定要有远程写在前面，或者是他这个句子里面有写到远程统帅才可以用到。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如果是那种什么造成所有伤害提升，比方说这个所有伤害提升远程统帅才可以吃到，所以所有伤害提升是每一个统帅都可以用到的东西，它没有区分你是远程领袖、普攻还是什么统帅都好，都是可以用到的。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对这一次官方更改技能的描述有什么看法，或者是有一些遗漏的地方我没有补充到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有各位想要问的技能呢，现在还可以问，明天可能国服更新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帮你们看到原本的技能是长什么样子了。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